瑶瑶，只一声亲昵的瑶瑶，彻底击穿我的心房。自从娘亲过世，再没人这么叫过我。那一刻，我注视着她深邃的双眸，清晰地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最后，我闭上眼，义无反顾地吻上了她的唇。从那之后，白日我跟着裴思鹤戒骄戒躁，吃斋修行；夜晚我环上裴思鹤的脖子，被他掐着纤腰，极尽疯狂。我渐渐褪去一身戾气，将那小妾的烦心事抛诸脑后，再一次又一次的亲密缠绵。我食髓之味渐渐沉沦，特别是在被他送上云端之际，我环着他的脖子，问他要不要娶我。他毫不犹豫地点头应下。三书六礼，八抬大轿，10里红妆，我含泪笑了。我以为裴思鹤是娘亲送给我的礼物，以为这个世上又有一个人深爱着我。直到一次马球会，发狂失控的马匹朝我冲了过来，裴思鹤脸色瞬变，眼神失措地立刻上前，但男人却越过我，将我身后的一个妇人揽入了怀中。那一刻，失神的我被马匹撞飞，重重摔在地上，睁大的眼睛死死盯着裴思鹤和靠在他的怀中弱不禁风的女人。娘亲头七那天，父亲就撤了灵堂，挂上红绸娶小妾。唢呐声中，我甩着手中的长鞭，将小妾打得头破血流。父亲震怒，连夜请来以戒尺教人的惊鸿公子裴思鹤来管教我。从此，我和裴思鹤成了京城出了名的对家。我将小妾关进冰窖3天3夜，裴思鹤就把我关进佛堂，罚抄99遍静心咒。我将小妾按进滚烫的洗脚水里，裴思鹤就抱着我跳进了湍急的护城河里。可当小妾穿着我娘的肚兜和徐福颠鸾倒凤，挂在了娘亲的牌位后，我直接赏了那小妾99杖。女人的鲜血染红了地上的枫叶，但这一次，裴思鹤没再惩罚我，而是将我拖入房中，强硬地按在了案桌上，扯开了我的衣裳，一直都用嚣张跋扈来伪装自己，掩饰失去父爱母爱的惶恐和渴望得到爱的内心。不累吗？他的话如同一把利刃，准确地撕开了我乖张之下隐藏的最深、最脆弱的一面。既然你这么想要爱，我给你，如何？瑶瑶，只一声亲昵的瑶瑶，彻底击穿我的心房。自从娘亲过世，再没人这么叫过我。那一刻，我注视着她深邃的双眸，清晰地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最后，我闭上眼，义无反顾地吻上了她的唇。从那之后，白日我跟着裴思鹤戒骄戒躁，吃斋修行；夜晚我环上裴思鹤的脖子，被他掐着纤腰，极尽疯狂。我渐渐褪去一身戾气，将那小妾的烦心事抛诸脑后，再一次又一次的亲密缠绵。我食髓之味渐渐沉沦，特别是在被他送上云端之际，我环着他的脖子，问他要不要娶我。他毫不犹豫地点头应下。三书六礼，八抬大轿，10里红妆，我含泪笑了。我以为裴思鹤是娘亲送给我的礼物，以为这个世上又有一个人深爱着我。直到一次马球会，发狂失控的马匹朝我冲了过来，裴思鹤脸色瞬变，眼神失措地立刻上前，但男人却越过我，将我身后的一个妇人揽入了怀中。那一刻，失神的我被马匹撞飞，重重摔在地上，睁大的眼睛死死盯着裴思鹤和靠在他的怀中弱不禁风的女人柳明薇，那个我恨不得一片一片活剐了的小妾。我死死盯着她，双眸此刻通红。裴思鹤，你今日不给我解释清楚，就别想走。偏偏裴思鹤一袭月白衣袍，不染纤尘，看着我气红了眼的模样，却是半分波澜也无。明薇的父母曾在江南因救我而丧命，我立过誓会好好护着她。可她自从入国公府，你就仗着自己是嫡出小姐，常常欺压她，所以我便设计让你的心思都放在我的身上，让她少受你的搓磨。但你尽管放心，我不会越界，我会信守跟你的承诺，娶你为妻。原来所有的一切都是她设下的以爱为名的圈套，我每一次对她的动心，全都在他的计划之中。我咬牙切齿，声音嘶哑的可怕。我徐青咬一向睚眦必报，你竟敢把我当成傻子一样，我必会让你付出1000倍万倍的代价。裴思鹤扯了扯唇，居高临下的眼神看着我，就像在看一个在这场情感捕猎游戏中彻头彻尾的输家。你舍不得，因为是你先动的心。我全身因极度气愤而颤抖，再也控制不住，扬起鞭子狠狠朝他们抽了过去。啪！裴思鹤立刻挡在了柳明薇的面前，生生接下这一鞭，哪怕手背被抽出了一道血痕，也没有皱一下眉头。但一看到柳明薇被吓得脸色苍白时，他的神情瞬间冷了下来。青瑶，控制你的脾气，否则我不介意让国公好好教训自己的女儿。我看着他紧张地护着柳明薇，声嘶力竭地大吼：“给我滚！”他还真半分停顿也无，径直扶着受惊的柳明薇，大不留心地离开。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离开马球会，如何回到家的，但一进家门，一只茶盏就径直砸了过来。徐府气急大骂：“你这个逆女，连伯爵府举办的马球会都敢砸了，你是要上天是吗？若不是裴公子好心出面替你向伯爵府赔罪，明日朝堂上被参一本的就是我们国公府了。”我抬眸，正好看到了端坐在太师椅上慢条斯理地喝着茶的裴思鹤，一旁的柳明薇装模作样地对着我说起了教：“青瑶，你也真是的，这大小姐脾气也该收敛收敛了，否则传扬出去可是要落下画饼，犹如我国公府的名声的。”话音未落，我就直接抓起佣人端上来的茶盏，狠狠朝他砸了回去。柳明薇吓得尖叫，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妾也敢对我指手画脚，你算什么东西？要是再多嘴，我立刻就找人牙子把你发买了。就你这身段样貌，怕是连青楼都不肯收你。徐父直接打断了我的话：“够了，滚回你房间，没有我的命令，不准踏出房门半步。”这一刻，仿佛他们3个人是同一阵营，而我成了他们针对的对象。我的手指攥紧到发白，眼眶酸涩，走就走，谁稀罕待在这里？我转身愤愤离开，站在花园的湖畔，迎着微凉的晚风。可我心中的烦闷却吹不散分毫。不一会儿，身后就传来了柳明薇得意的声音：“徐青瑶，我奉劝你，最好收起你那跋扈性子，否则到时候你沦落到向我求饶，我可不会对你手下留情。”我不屑地冷哼了一声，转过头：“柳明薇，你放着外面的正头娘子不做，非要上赶着做妾，不就是想贪图我国公府的家业？只可惜你连我国公府的祠堂都进不去，也配在我面前耀武扬威？要是房里没镜子，就去撒泡尿照照，看清楚你这愚蠢无知的丑样。”柳明薇笑容顿时消失，她没有想到我都被打压成这样了，嘴还更脆了毒似的。我居高临下的逆着她：“我告诉你，就算我爹那老登和裴思鹤都护着你，我也有的是办法，
让你生不如死。我国公府嫡女，生来就尊贵。柳明威唇角勾出一抹笑意，随后直接跳进了池塘里。我只觉得这女人脑子抽风，但下一刻，裴思鹤却立刻冲了过来，跳下池塘，将柳明威救了上来。柳明威一边咳一边哭得梨花带雨。老爷，裴公子，是我不好，惹怒了青瑶，才会被他推下水。徐父怒不可遏地指着我，徐青瑶，你在外面闹不够，还疯到家里来了。我冷眼看着他们一唱一和，面无表情，但一道冷漠的视线落在我的身上。我抬眸，正好对上了裴思鹤愠怒的眼神。裴思鹤一向淡漠，任凭我如何撩拨，都不会对我显露半点情绪。可现在，一个柳明威就让他轻易泛起了波澜。下一刻，我径直走向柳明威面前，在众人还没反应过来之际，直接抬脚将柳明威踹进了池塘。扑通！在柳明威溺水的惨叫声和众人惊愕的眼神之中，我抬眸看向裴思鹤，看清楚，我徐青瑶要让一个人落水，从来都是用踹的。话音落下，裴思鹤终于冷声开口，说出的话却如同一记重锤砸在我的心头。徐小姐行事疯魔偏激，定是被邪祟上身了，该用沾了黑狗血的鞭子，在她的身上抽749鞭，除秽辟邪。我脸色瞬变，裴思鹤为了帮柳明威出气，不惜用这种手段来教训我。没等我反应过来，徐父就大喊了一句：“来人，把这个逆女给我拿下！”话音落下，侍卫立刻上前将我钳制住，放开我！我拼命挣扎，却被按着跪在地上，啪！一鞭子抽在了我的后背上，火辣辣的疼让我霎时皱紧了眉，却咬紧牙关，不发出半点痛呼。徐父厉声质问我说：“你知不知错？”我没错，除非你们死了，我踩在你们坟头上认。徐父简直要气疯，给我狠狠地打，数十鞭打下来，我的后背早已血肉模糊，嫣红的血混着黑狗血，看上去格外可怖。一直到第49鞭狠狠打下，我身体往前倒去，脸贴在了坚硬的地板上，再把他棺祠堂一晚，好好散去他身上的邪祟之气。徐父吩咐完，直接抱起柳明威，头也不回地离开。而裴思鹤关心的目光一直落在柳明威的身上，从始至终都没再给过任何眼神给我。祠堂的门轰然关上，我像是一只被丢弃在地上的破布娃娃，遍体鳞伤地躺在冰冷的地板上。冷汗和血色模糊的视线中，我恍然看到曾经裴思鹤每次在我和徐父发生争吵的时都会护着我的场景，我以为那是真情实意的关心，觉得此生能遇裴思鹤是我不幸人生中唯一的幸事，到头来不过是他玩弄我情感的手段罢了。我扯动苍白的唇，脱力地垂下手，无边无际的黑暗彻底将我笼罩。再度醒来，我发现自己趴在了床榻上，沾血的衣衫被拨开，退至腰间。醒了，低沉熟悉的嗓音在我面前响起，让我的心不禁一抽。窗外月色如水，裴思鹤正拿着一个白瓷瓶，冰凉的药膏涂抹在我的伤口上。察觉到我的视线，他手上的动作未停，要是疼就同我说，我轻一些。我咬了咬牙，明明是他将我害成这个样子，现在却又一副假惺惺的模样。我竭力避开他的手，别碰我，却牵扯到了伤口，疼得我倒吸了一口凉气。瑶瑶，安分一点，否则受苦的还是你自己。裴思鹤的语气放缓了几分。瑶瑶，我眼眶泛红，我曾爱极了这两个字从他的嘴里说出来，因为只有我的母亲会这么叫我，母亲是这个世上最爱我的人，而裴思鹤这么叫我，那就代表他是这个世上第二个爱我的人。但现在这两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我只觉得恶心。别叫我瑶瑶，你这种狗东西根本不配。裴思鹤眉头微蹙，依旧维持平和的语气，刚极避舌，太倔对你没好处，关你什么事？我撇过头不去看他，不用你管。闻言，裴思鹤涂抹的动作停顿了一下，我不管你，还有谁会管你？一句平静的反问，却是一把最锋利的刀，剜在了我心口最深处，撬起我最痛的疤。是了，还有谁会管我？最爱我的娘亲已经离世，曾经我视为家的国公府早已住进了别的女人，就连徐父也都被柳明威那个贱人蛊惑。只有裴思鹤在这段时日的相处中，短暂的给过我关怀和温暖，却偏偏又在我上瘾的时候陡然抽离，独留我一个人兵荒马乱，还毫不留情地将我推下深渊，狼狈不堪。我强忍着心头酸涩，本小姐金枝玉叶，谁有资格管我？你算我的谁？少在自己脸上贴金。我已经向国公禀明了你我之间的婚事，他也同意了。大婚之后，我便是你的夫君，自然有资格管你。你是要娶我，还是想要监视我，让我动不了柳明威？我冷笑一声，满是嘲讽。只可惜柳明威嫁给了我爹那个老东西，你这么喜欢他，却又得不到他，所以才打着要娶我的幌子陪在他的身边。堂堂惊鸿公子和一个妾室暗度陈仓，裴思鹤，你贱不贱啊？闻言，裴思鹤的眉头皱了起来，语气冷漠。我与明威之间的情谊，不是你这种肤浅之人能够擅自揣测的。肤浅？我笑了起来，哪怕牵扯到伤口，疼得我额头渗出了一层细汗，我也没有停下。是你们清高。我通红的眼睛垂落一行清澈的泪，瞪着他，眼神怨恨又破碎。那就滚远点，别被本小姐身上的血脏了手。裴思鹤看着我声嘶力竭的模样，平静的眸底泛起了一抹波澜。他印象中的我，从未落过半滴泪，哪怕是在榻上被他欺负得狠了，也只是红着眼，愤愤地咬着他的肩膀回敬。此刻看着我流泪的模样，他竟有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感觉，但最终他只是放下药瓶，淡声说了一句：“让侍女帮你上药。”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我再也撑不住，趴倒在榻上，眼尾的泪像是断了线的珠链，一滴一滴打湿枕畔，直到天边逐渐破晓，我才咬着牙给自己上完药，沙哑着声音叫来最信任的侍女。当年我娘亲护太后有功，圣上曾秘密赐给我娘亲一道空白圣旨，我娘亲将它藏在了郊外的庄子底下，你速去拿来，只要不违背国家律法，无论写什么，皇帝都会应允。我要用这道圣旨让那些人都付出代价。侍女领命离开后，我死死盯着我换下的那些染血衣物，脑海中回想起柳明威那洋洋得意的嘴脸，我眼底灰暗一瞬，立刻起身，将普通鞭子换成了带刺的长鞭，直奔柳明威的住处，却被告知柳明威已经搬住处了。搬去哪里了？我皱了皱眉，回小姐，国公大人让刘小娘搬到夫人原来的住处去了。这一刻，我的心脏像是被瞬间贯穿，又顿时被怒火点燃，害死我娘亲不够，
徐父竟然让柳明威住进了我娘亲的住处，他这是要将我娘亲置于何地？我大步走进了我母亲曾经住的院子，却发现里面的一切全都变了个样。原本徐母亲手种下的墨竹全部被铲除，换上了柳明威喜欢的百合，徐母为我扎的秋千也被拆掉了，碎木材扔在一旁，成了一堆废品。原本属于徐母的痕迹全都被抹得一干二净，甚至此时此刻，柳明威还坐在我母亲生前常坐的椅子上，披着我母亲的上好狐裘，用着我母亲特意花100金买回的隐青花口茶盏，悠哉悠哉地喝着茶。哟，大小姐来了！柳明威轻笑了一声，伤好的挺快啊，看来还是打得不够惨。他的眼底是一览无遗的得意，这一次该记住教训了吧？不过你这种性子也真是活该，就跟你那个倔得要死的娘一样，活着的时候守不住自己的男人，死了还留下你这么一个人见人厌的女儿，简直就是报应啊！哈哈哈！啪！一记凌厉的鞭子带着我所有的恨意和怒火，狠狠地抽在了柳明威的身上。柳明威猝不及防，被打得从椅子上摔了下来，不敢置信地看着我：“你敢打我？”我根本不给他废话的机会，再度扬起鞭子，重重朝他的嘴抽了过去。倒刺瞬间在他的脸上划出血痕，能让本小姐动手打你，是你的福气。说话间，我竭力挥动的手中长鞭，啪！这一边打的是你恩将仇报，啪！这一边打的是你自不量力，敢挑衅本小姐，啪！这一边打的是你痴心妄想，住进我娘亲的院子，妄图取代她的位置，也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福气销售。柳明威让我受了7749鞭，我便要回敬9981鞭，打到最后，柳明威成了一个血人，浑身上下没一块好的地方，就连惨叫呻吟的声音也渐渐变弱。就在我准备打第80鞭时，砰！院子门突然被推开，裴思鹤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紧紧扣住了我的手腕，力气大的几乎要把我的手骨给折断。你这个逆女！紧随其后的徐父更是抬手直接一耳光扇在了我的脸上，我的脸偏向一边，唇角溢出了血丝，而裴思鹤看向我的眼神几乎要将我冻结成冰。徐清瑶，这一次你闹得太过分了！我擦掉唇角的血迹，毫不畏惧地对上了他的眼睛。我徐清瑶一向如此，裴公子第一天认识我吗？裴思鹤攥紧的手背青筋跳了跳，看向徐父，看来徐小姐身上的邪祟未除，反而还愈加狠毒，不如国公试试将她关进禁闭室，与5大毒物共处一室，方能将邪祟驱除。裴思鹤，我眼睛睁大了一瞬，声音嘶哑，我万万没想到裴思鹤为了给柳明威出气，竟会对我这么心狠手辣。但徐父压根没有半分的犹豫，立刻叫来下人将我往禁闭室拖，放开我！无论我如何挣扎嘶吼，都无济于事。大门紧闭的一瞬，世界归于寂静，而门内无边的黑暗和恐惧霎时将我吞没。几条冰冷的蛇缓缓爬过我的脚踝，我尖叫着甩开，却又被蝎子刺中小腿，重重摔在地上。剩下的蜈蚣、蟾蜍、壁虎立刻爬到我的身上，钻进我的衣裙，密密麻麻地爬过我的肌肤。那种头皮发麻的感觉让我几乎疯掉，并且那些毒物毫不客气地咬在了我的身上，剧烈刺痛火烧的痛感，仿佛将我架在炭火上炙烤。不知过了多久，禁闭室的门才终于打开。裴思鹤颀长的身影站在门口，目光落在我的身上，语气冷漠：“知错了吗？”我下唇被自己咬烂，血肉模糊，却半点求饶的声音都不肯发出来。裴思鹤眉头细微地皱了皱，眼底闪过一抹复杂的情愫，却很快消失。他上前俯身将我拦腰抱起，大步流星地回房。他拿出药瓶，动作轻柔地将伤药涂抹在我的伤口上，语气微哑：“你若是乖一点，我又怎会伤你？”说着，他还让侍女端上来一碗解毒汤药，亲自喂到我的唇边。喝了会好受一些。我撇过头，半点不搭理他。但下一刻，裴思鹤就端起汤药喝了一口，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之际，捏住我的下巴，吻上我的唇，强势地将药渡到我的嘴里。我手指陡然攥紧，用力想要推开，却被他死死钳制，苦味瞬间弥漫，渗进我的心底。我红着眼，手握着拳头重重捶在他的肩膀上，但他压根感觉不到痛，强势地堵住我的嘴，直到我不得不咽下去。嗨嗨，我一边咳着一边嘶哑着声音大骂：“裴思鹤，你真恶心，恶心！”裴思鹤的指腹摩挲过我的唇畔，不以为然：“我们吻过多少次？缠绵过多少次？需要我细数给你听吗？”瑶瑶，我不想听，你给我滚出去！我不想看到你！我对他这副自以为是的样子只觉得厌恶。裴思鹤看着我苍白的脸，张了张唇，但还未来得及开口，下人就匆匆赶了过来。裴公子，不好了，刘小娘伤势太重，寻常药物根本无效啊！裴思鹤脸色一变，立刻起身赶了过去，半句话也不曾留下。我冷眼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唇角扯出一抹嘲讽的弧度。我特意把鞭子换成了带刺的，打在柳明威的身上，必然是要让那个贱人痛彻心扉，以为我娘亲在天之灵。然而没过多久，一群侍卫就闯了进来，将我强行拖到了柳明威的房中。还没反应过来，裴思鹤直接掐住了我的脖颈，凌厉的眼神几乎要将我一片一片凌迟。徐清瑶，你打人还不够，竟然在鞭子上淬剧毒！什么毒？你休要血口喷人！我皱着眉反驳。事到如今你还装傻？裴思鹤怒不可遏，解药拿出来！我没有，我不甘示弱的回敬。我徐清瑶想要杀人，直接一刀了结就是，根本不需要下毒。裴思鹤眉头紧紧皱在一起，眼底闪过一丝动摇。但榻上的柳明威突然吐出了一口血。明威，裴思鹤立刻将我甩开，去查看他的情况。我的后背重重撞在墙上，脊柱几乎要断掉。与此同时，医官的声音响起：刘小娘中的毒太过复杂，必须得让下毒之人徐小姐作为药人，方能试出准确的解药。我指着他大骂：你这个庸医根本就是胡说八道！但话音未落，裴思鹤就端起那一碗毒，径直上前抓住了我。裴思鹤，你个王八蛋，放开我！我紧咬着牙关，却被裴思鹤硬生生卸掉了下巴，强迫我张开嘴，将毒尽数灌了下去。我只觉得五脏六腑像是被碾碎，全身经脉像是断掉了一般，脖颈青筋暴起，窒息感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我倒在地上，不停地翻滚，大滴大滴的冷汗顺着额头滑落，身体止不住的颤抖。而裴思鹤站在我的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我痛苦的样子，眼里只有对柳明威的担心。我艰难地扯动着惨白的唇，再也忍不住，一口黑血从我的口中吐出。医官欣喜的声音响起：太好了，是出来了。裴思鹤吩咐
快，立刻配置解药！我无力地瘫倒在地上，看着裴思鹤端着用我做药人试出来的药，小心翼翼一口一口地喂给柳明威，温柔的像是在呵护一件珍宝，而他给我喂药，却是强迫我将我的尊严践踏在脚下。原来爱与不爱如此泾渭分明。我笑了，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终于撑不住，彻底陷入黑暗之中。我昏迷了整整3日，醒来之际，裴思鹤依旧守在我的身边，眼下青黑，透着一股疲惫。你终于醒了，感觉如何？有没有哪里不适？少在这里假惺惺了。我沙哑的声音里满是嘲讽。裴思鹤，你虚伪的样子真让人倒胃口，还能骂人，看来是恢复了。裴思鹤扯了一下唇，亮在明威已经解毒，身体无碍，你下毒之事便就此翻篇。话音落下，侍女端上来一只空碗，裴思鹤拿出一把匕首，当着我的面搁在自己的手腕上，我这才注意到他手腕上还有几道刚刚愈合的伤，嫣红的血顺着伤口一滴一滴流出，落在碗里，不一会儿就接了小半碗。我皱了皱眉，恰在这时，下人来报，裴公子，刘小娘梦魇了，请会儿就接了小半碗。我皱了皱眉，恰在这时，下人来报，裴公子，刘小娘梦魇了，请您过去瞧瞧。裴思鹤放下碗，看向我，后日便是你我大婚，仔细养好身体。说完，将那碗血放下，头也不回地离开。与此同时，我派出去的贴身侍女将圣旨拿了回来，我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些许笑容。其实这3日，裴公子都守在小姐的身边，衣不解带地照顾着，还以自己的血入药，为小姐清除余毒。侍女小心翼翼地开口，裴公子对小姐也并非全然没有情意的，小姐不如。话音未落，我径直端起那碗血，倒在了地上，语气冷漠。我徐清瑶从不捡别人的垃圾，这种打一个巴掌给一颗枣的男人，我不屑要。转眼就到了大婚的日子，徐父高兴得合不拢嘴，终于将这个无法无天的逆女嫁了出去。裴思鹤站在镜前，穿着隆重的喜袍，一旁的下人小心翼翼开口：“裴公子，徐小姐把您辛苦取的血全都倒了，还把您送去的珍贵补药全都喂了狗，无碍。”裴思鹤面色如常，他早有预料，到时候再用同样的法子给他喂药便是。骑上白马前往国公府时，下人又来报：“裴公子，徐小姐将您送过去的聘礼全都扔进了乞丐窝，被乞丐哄抢了。”裴思鹤依旧平静，他扔一件，我便给他买一件，扔一箱，便买一箱。到达国公府时，柳明威的侍女又着急地跑过来：“裴公子，刘小娘受了风寒，哭着要见您。”裴思鹤只停顿了一瞬，很快恢复如常，让最好的医官去诊治。我大婚之后再去看他。说完，再看到国公府大门前，我一袭红色嫁衣，美得不可方物的模样时，他的唇角不由自主地弯起了一抹浅淡的弧度，媒婆高喊：“吉时已到，新郎接新娘出门。”裴思鹤缓缓朝我走去，对我伸出手：“走吧。”摇一摇，他以为我会搭上他的手，从此成为他的妻子。然而我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头顶的鎏金婚冠摘下，毫不客气地扔在了地上。裴思鹤，谁说我要嫁你了？此话一出，全场哗然。裴思鹤怔了怔，一向平静的面色霎时变了，声音低沉：“瑶瑶，现在不是你闹脾气的时候，我就算闹又如何？”我径直抽出鞭子，狠狠一甩，将国公府大门上的红绸红灯笼全都抽了下来，掉落在地，一片狼藉。周围的人纷纷发出惊呼，原本笑容满面的徐父脸色一下就黑了下来，怒吼：“徐清瑶，我看你是既打不记疼，连和裴公子的婚事都敢闹，我今天非把你的腿打断不可！”然而他刚要上前，府门外就突然传来了太监奸细的声音：“圣旨到。”裴思鹤眉头紧皱，陛下怎么会在这个时候颁圣旨？但太监已经来到他们面前，周围的人也都纷纷下跪，裴思鹤和徐父只好跟着跪下，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太监高声开口：“遗诏，徐国公嫡女徐氏聪慧敏捷，才貌双全，今特封为荣安县主，以昭显德。2诏，徐国公徐令结党营私，宠妾灭妻，资急去国公之职，剥爵夺禄，与妾室柳氏流放蛮荒。3诏，惊鸿公子裴思鹤言行失检，特令遣回江南，永世不得踏入京城半步。钦此。”听到圣旨的内容时，裴思鹤正在原地，眼底满是诧异，徐父的眼睛更是瞪得大大的，充斥着不敢置信。圣上竟然亲自下旨剥夺他的爵位，将他流放蛮荒。我看着他们惊愕的表情，红唇扯出一抹弧度，伸出手：“臣女接旨。”我接下那道圣旨，起身看向还跪在原地久久无法回神的徐父，语气冷漠：“老东西，接旨吧。”徐父像是被抽空了所有力气，跌坐在地，嘴里一直念叨着：“不可能，是国公，陛下怎么可能会如此轻易就废了我的爵位？怎么可能会将我流放蛮荒？”徐父愤怒地指着我，目眦欲裂：“是不是你？是你做了手脚，是又如何？”我轻笑一声，看着眼前这个曾经将我背在肩膀上，高兴地向所有人介绍我是他的掌上明珠的父亲，也是他和柳明威暗通款曲，将我娘亲活活气死。他更是一次又一次地偏袒柳明威，试图抹去我娘亲留下的痕迹。这样的父亲，我不要也罢。老东西，我早说过，你和柳明威那个贱人欠我娘的，我都会向你讨回来。你这个逆女，白眼狼！徐父霎时破防，声嘶力竭地破口大骂：“当初你娘死了，我就应该把你也打死，把你们娘俩一起扔乱葬岗喂野狗，而不是让你有这个机会来反咬我。该死的东西！”啪！我直接抬手狠狠扇在了徐父的脸上，快准狠，打得徐父脑子嗡嗡作响。我转了转手腕，这一巴掌是我还给你的。徐清瑶！徐父怒声大吼，正要起身，我直接一声令下：“吵死了！吵死了！拖下去！”护送圣旨来的侍卫立刻上前将徐父拖了下去。我不走，放开我！我要见陛下！无论徐父如何不甘地大喊，都无济于事。裴思鹤站在一旁，看着我眼神复杂，我像是这才想起了他，转身和他相视。当初我爱极了他这副清高的样子，每每情事过后，夜深人静时，我躺在他的身侧，看着他闭上眼睛的模样，总会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在他的眉眼上方悄悄地仔仔细细地描摹，就像是高悬于天际的星辰，在我锲而不舍的努力之下，终于摘了下来。我甚至真心想过要嫁给他，和他携手共度余生，然而这颗星辰却唯独坠在了柳明威身上，为柳明
明威闪烁着亮光。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他为了给柳明威出气，一而再再而三的将我伤得彻底，却又装出一副好人的样子关心我，想要将我拿捏在鼓掌间玩弄的场景，果真可恨。裴思赫，我早说过，你敢把我当成傻子一样耍，我必定会让你付出代价。我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说出的话却没有丝毫的犹豫和情感，只有无尽的冷漠。你哪来的自信，觉得我会舍不得？我承认，我确实对他动过心，但我从来都是拿得起放得下，爱憎分明。从此刻起，滚出我的世界，休得再踏足半步。我说完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开，半个眼神都不屑再给他。裴思赫站在原地，久久无法回神，平静的面容看不出什么情绪，但那双深邃的眼底似乎掀起了一阵海啸。法回神，平静的面容看不出什么情绪，但那双深邃的眼底似乎掀起了一阵海啸。他正要迈出一步，但下一刻，柳明威的哭喊声就传了过来：“思赫，救救我！”柳明威朝他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脸上布满了凌乱的泪痕。他们要把我抓走，要把我流放蛮荒，我不想去啊！我求你，看在我爹娘曾经舍命救过你的份上，救救我吧！裴家在江南富甲一方，因此有不少人眼红，费尽心思想要搞垮裴家。裴思赫作为裴家长房的公子，更是遭受过多次暗算，最危急的一次险些丧命，是柳明威的爹娘将他救下，才让他幸免于追杀。不幸的是，柳明威的爹娘却因此罹难，裴思赫欠二老一条命，所以才会对他们托付给他的女儿柳明威格外关照，将他视作重要之人。换作从前，听到柳明威哭着用爹娘的名义求他，他必然会立刻答应他的请求。但此时此刻，他的眼角余光落在我远去的洒脱背影上，再看向哭哭啼啼的柳明威，心头竟掠过一丝令他意外的烦躁感。他紧了紧手指，最终呼出一口气，将这种不该出现的情绪压了回去。你想让我怎么救你？闻言，柳明威眼前一亮，立刻抓住了他的手。你助我摆脱徐令妾室的名分，把我带回江南吧。我真的后悔了，后悔当初一心想要去外面闯一闯，将你一个人留在江南，如今正好借这个机会，我们一起离开，好不好？从今往后，还是我们两个人，一切都回到原点。裴思赫看着他迫切的表情，沉默了片刻，最终还是点了一下头。还是我们两个人，一切都回到原点。裴思赫看着他迫切的表情，沉默了片刻，最终还是点了一下头。太好了！柳明威主动抱住了他，柔弱的嗓音带着恰到好处的楚楚可怜。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裴思赫听着他的话，有些心不在焉。柳明威抬眸看着他出神的样子，小心翼翼地试探：思赫，你怎么了？脸色看起来不太好，是因为徐清瑶大闹婚事吗？你是不是舍不得他？舍不得？怎么可能？裴思赫下意识否认，语气冷然，不过是一个骄纵跋扈的大小姐而已。若不是为了看住他，让你少受他的欺负，我根本都不会打算娶她。柳明威这才满意地勾了勾唇，依偎进他的怀里。其实我早就想说了，像徐清瑶那种离经叛道的女人，根本就配不上你。不过她这么果断就放弃跟你的婚事，看样子像是又找到下家了，还真是放浪又不要脸。裴思赫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让柳明威不禁一触。我就是随口一说罢了，不提他。裴思赫打断他的话，淡漠的语气听不出其他情绪，但下意识攥紧的手指却暴露了他的真实心境。不知怎地，只要一想到我日后会嫁给另外一个男人，他的心情就莫名躁动了起来。这种不受控的感觉让他很是烦闷，但也仅此而已了。接下来几日，他顺利帮柳明威摆脱了徐父妾室的名分，并按照圣旨给的期限结束之前，收拾着回江南的行装。柳明威留在他的身边，温顺体贴。裴思赫也担起报恩的责任，安排人照顾他。似乎一切都在重新回到正轨上，和他曾经平静的没有半点波澜。一切都在重新回到正轨上，和他曾经平静的没有半点波澜的生活如出一辙。但裴思赫却渐渐觉得，这种平静之中透着莫名的寂寥和无趣。他会在书房看书时，下意识看向窗台，我最喜欢坐在那里。纤细的脚踝上绑着一串银铃铛，摇晃的时候发出清脆的声响，踩在他的大腿上，像是狡黠的狸猫。裴思赫，别看书了，看我！但转眼之间，窗台已经空空如也，只有微风吹拂树叶发出的沙沙声。裴思赫愣了一下，倏地起身前往浴池，但一到池边，眼前就浮现出了我曾经从铺满花瓣的池水中破水而出，一双浸了水的明艳双眸直勾勾地盯着他。裴思赫，沐浴吗？一起啊！如今池子只有冒着热气的流水，空空荡荡。裴思赫眉头皱了起来，转身离开，来到书房，提笔练字静心。可他越是刻意忽视，就越是不由自主地会想起那一抹明媚的倩影，就好像一颗石子砸进了他平静的心湖，掀起了浪花之后，就再也无法静谧下来。这种不受控制的感觉，让他感到陌生和思念。思念谁？裴思赫垂眸看向自己不知不觉在宣纸上写下的字，呼吸滞了一瞬。徐清瑶。裴思赫是踉跄着回到房中的，眼底情绪复杂，他自己都没有料想到，当我彻底从他的生活剥离之后，他像是中了邪一般，脑海中充斥着我的身影，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裴思赫闭上眼，深深呼出一口气来。罢了，大抵是因为从前的我太过吵闹，将他带偏了，如今骤然安静下来，有几分不习惯而已。假以时日，他偏了，如今骤然安静下来，有几分不习惯而已。假以时日，他定能够平复好。夜里，他睡得并不太安稳，半梦半醒间，一个柔软的身体钻进了他的怀里。从前我便常常会在他睡着的时候钻他的被窝，趴在他的身侧，在他耳边呵气如兰，扰他清梦。最后被醒来的他反手按到床榻上，惩罚到哼唧着求饶。他以为这又是幻境，却又不舍得清醒过来，任由那温软的身子攀上他，直到触感变得越来越真实，裴思赫才缓缓察觉到不对劲。意识清醒的一瞬，一股刻意的香囊香味萦绕鼻尖，他的眉头不禁一皱，这绝不是我身上的气息，我从不会用气味如此重的香囊，并且我从不拖泥带水，都是直接上手。而如今这个身子却多了几分小心翼翼试探意味。裴思赫猛地睁开眼，侧目看去，在看到脱光的柳明威躺在他的身边，一双柔媚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看时，一股强烈的排斥感霎时涌上心头。你做什么？他毫不客气地将他推开，低头微蹙，我就是想陪陪你啊，思赫。柳明威一脸无辜地看着他，我知道你是在意我的，否则也不会为了不让我受欺负，强忍着厌恶去接近徐清瑶了。其实我的心里也一直有你的，
就像你的心里有我一样。裴思鹤没有说话，他心里有柳明威。或许几年前是因为只有柳明威一个人陪在他的身边，让他在孤身一人的黑暗之中找到了些许的慰藉。但1年前柳明威的突然离开，彻底将他的依赖和慰藉抽离，将他抛回到了孤独之中。而柳明威所谓的去外面闯一闯，不过都是借口罢了。归根究底，是因为当时的他虽然是裴家长房的公子，却被亲哥哥打压，自身都难保，给不了他富裕阔绰的生活，所以他才会到京城，抓住机会成了国公府的妾室，从此衣食无忧。但在得知他斗赢了他哥，成了裴家新一任的家主，并以惊鸿公子的身份来到京城时，他又重新找上他了。他是想借他的手，将他送上国公夫人的位置，从一个出身低微的妾室，彻底完成阶级的跨越。其实他心里什么都清楚，但还是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帮他护他，就是为了报答他父母对他的恩情。除此之外，就再无其他了。裴思鹤将被子扔到他的身上挡着，语气冷淡：“我不需要任何人陪。”出去。柳明威愣了愣，眼底闪过一丝诧异。明明从前的裴思鹤虽然疏离，但绝不会像现在这样如此冷硬，并且在他接近他的时候，隐隐约约听到他低声呢喃这2个字：“瑶瑶。”一种不安的情绪霎时涌上心头。思鹤，你别告诉我你是喜欢上徐清瑶了。柳明威红了眼，明明我们才是最先认识彼此的啊，你怎么能够喜欢上把我欺负得那么惨的敌人呢？而且他也把你害得不轻呢。他精心显露出一副梨花带雨、楚楚可怜的模样。裴思鹤第一次觉得他这个样子过于虚假。据我所知，是你屡次挑衅才会惹怒徐清瑶。他带声开口，看向他的视线，清明的似乎能够将他那些见不得人的小把戏通通看穿。我倒是想问问你，马球会上马匹失控，是不是你做的手脚？国公府花园落水，是不是你自己跳下去的？是不是你缠着徐国公，主动求他让你住进徐夫人的住处？还有，你中的毒真的是徐清瑶给你下的吗？主动求他让你住进徐夫人的住处。还有，你中的毒真的是徐清瑶给你下的吗？柳明威对上他质问的眼神，啜泣一下就停了，眼底闪过一丝心虚。是了。他从一进国公府，看到我在众星捧月中笑颜如花的模样时，心底就埋下了一颗嫉妒的种子。凭什么？我生来就是高门贵女，有疼爱的父母，无论想要什么东西，都有人恭恭敬敬地送到我的手上，而他却只能仰望我，看着我耀眼的光芒自惭形秽，所以他才会趁徐母生病，爬上徐父的床，并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我，企图通过将对方逼疯的手段，让徐父对青瑶彻底失望。到时候只要他再生一个一儿半女，徐父必然会把在我身上的宠爱都转移到他的孩子身上，这样他的孩子以后就能承袭国公爵位，而他就是名正言顺的国公夫人，这可比做商人的夫人要风光许多。只可惜一切都被我这个贱人给打破了，他已经失败了一次，绝不能再失去裴思鹤这唯一的依靠。柳明威心里满是恨意，却还装作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他一脸无辜，眼泪夺眶而出。难道在你眼里，我就这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吗？我明明才是那个受害者，你却怀疑我。思鹤，我的心好痛啊！要是连你都不信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不如现在就一头撞死算了。他说着，竟真的径直往柱子上面撞了过去，但还没有撞上，裴思鹤就扔了一个枕头过去挡住了柱子。柳明威眼前一亮，心底窃喜。思鹤，我就知道你他就知道他的心里其实还没有放下他的。裴思鹤只淡声开口：“来人，把他带下去，没有我的吩咐，不准再踏入我房门半步。”什么？柳明威眼里的光亮霎时熄灭，很快就有下人进来，将柳明威拖了下去。任凭柳明威在如何失落又受伤的哭着，裴思鹤的神情都没有任何波澜，因为他思绪全都被我占据，无暇顾及其他。他迫使自己冷静下来，却依旧没有办法将我的身影驱逐出去。他在窗边站着，一动不动，似是陷入了沉思，又似是将自己的思绪放空放逐，从黑夜到白天，再从白天到黑夜，最终到新一轮日光照进来，他才恍然回过神来，抓起外袍，大步流星地往国公府走去。他有话想要对我说，刚到门口却被侍卫阻拦，大小姐还未起身，任何人都不见。裴思鹤只好站在门口等着，但从清晨等到夜幕降临，都没有任何消息。青瑶呢？还没有起身。裴思鹤忍不住又问了一次，大小姐已经休息了，裴公子改日再来。裴思鹤愣了愣，这才意识到我根本就是在故意躲着他，一如当初我屡次来到他的住处，却被他晾了一次又一次，如今被晾的人变成了他，他才终于知道，原来等待是那么煎熬。裴思鹤蹙了蹙眉，转身离开。宫里的人已经开始催促，让他尽快启程前往江南，否则便会强行将他驱逐，所以他必须得见到我。第二日，他又前往了国公府，所以他必须得见到我。第二日，他又前往了国公府，只不过这一次他没有通报，而是翻墙进去。他熟练地前往我一贯爱躲起来晒太阳睡懒觉的古树，果然远远看到了我的身影，一双纤细脚踝轻晃，绑在头发上的丝带随着微风飘起，像极了他们主人的洒脱性子。裴思鹤不由自主地弯了弯唇，快步上前，摇摇，但话还没有说出口，另外一道颀长的身影就径直一跃，坐在了我的身侧，是李成玉，当今皇后所出的五皇子，虽是皇室中人，能力出众，曾为江南水患一事向皇帝献策，解了皇帝燃眉之急，却也是出了名的风流浪荡子，常年在教坊司等风月场所流连。只见他嘴里叼着一根草，手中拿着一只我最喜欢的海棠，花瓣扫过我的鼻尖，像是逗猫一般。姑奶奶，都日上三竿了，还睡呢？你懂什么？这叫闭目养神。我毫不客气地回怼，但从我脸上明媚的笑容来看，我的心情很不错。裴思鹤垂在身侧的手指微微收紧，我一向高傲，除了在他面前，还从未对其他的男人这么笑过。此时此刻，我却和李成玉有说有笑的，举止自然亲近，并且李成玉还对我眨了眨眼，为了庆贺你荣获县主封号，一起去樊楼听取喝酒，不醉不归，如何？我轻啧一声，我都获封多久了，才来庆贺？你有没有点诚意啊？你就说去不去吧，该不会是成了县主了，有架子？李成玉挑了挑眉，还是说不敢去啊？我爽快应下，谁怕谁啊？去就去了，有架子。李成玉挑了挑眉，
还是说不敢去啊？我爽快应下，谁怕谁啊？去就去，现在就走。裴思鹤的脸色霎时阴沉下来，不醉不归，还和这么一个浪荡子，他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快步走上前去想将我拦下。然而李成玉却先一步握着我的手腕，将我揽着坐在了马背上，而他坐在我的身后，手臂环过我的腰侧，只有一匹马，不介意吧？这有什么？我笑了，径直从他手中接过缰绳，扶稳了，马匹转了个头，正好面向了裴思鹤。裴思鹤伸出的手还停留在半空，视线就这么和我交汇了。这一刻，他似乎听到了自己心脏砰砰跳动的声音，所有的血液都在这一刻快速的流淌着，像是掀起了一层浪花。但我在看到他的时候，眼神却是那么的平静，哪怕是看到一个突然出现的陌生人，都有可能会露出一个惊讶的表情，而我的脸上可以说是半分波澜也无，仿佛根本没有看到他，又或许是直接无视了他。我清亮的声音响起，驾！马匹径直越过他，扬长而去。倒是李成玉刻意侧过了头，目光瞥向裴思鹤的方向，挑了挑眉，唇角勾起了一抹邪似的弧度，满是挑衅。裴思鹤站在原地，双腿像是被冻住，动弹不得，一双眼睛死死盯着他们离开的方向，手指已经握成了拳头，攥紧到发白。这么多年以来，他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不甘心。从国公府出来，裴思鹤的脸色阴沉的可怕。来人，侍卫小心翼翼地回到他的身边，公子有何吩咐？备小心翼翼地回到他的身边，公子有何吩咐？备马去樊楼。樊楼，侍卫有些诧异，公子您不是一向不屑去那种风月之地的吗？少废话！裴思鹤厉声呵斥，立刻马上！裴思鹤一路策马狂奔来到樊楼，琉璃瓦在日光中闪烁着金色的光，三层主楼飞起的檐角挂着铜铃，被拂过河面的风吹得叮咚作响，楼内喧嚣如潮水般涌动。公子进来看看呀！一股胭脂香粉味扑面而来。裴思鹤下意识蹙了蹙眉，找了一个小二，我问你，可有见到徐清瑶？您说的可是荣安县主？小二指了指3楼的雅间，他和五皇子殿下在3楼天字1号雅间，不过闲杂人等可不能上去。话音未落，裴思鹤就大步流星地登上了木阶梯，每迈上一步，他的眼前就反复浮现出在国公府的一幕幕。我拿着圣旨，居高临下地站在他的面前，冷漠地对他说：从此刻起，滚出我的世界，休得再踏足半步。我高坐在马背上，和他对视时，眼神平静无波，直接将他无视。我和李成玉有说有笑的明媚样子，还有李成玉看向他的挑衅眼神，都是那么的刺眼。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细节，像是一根根尖锐的刺，深深地扎在他的心口，痛到他几乎没有办法维持理智，几乎失控。这种不受他控制的感觉是从未有过的。裴思鹤呼出一口气，迫使自己冷静下来，步伐不自觉地加快，大步走进雅间。里面有一大群男子，或是抚琴，或是吹箫，或是表演着舞曲。他们一个个打扮得格外俊逸，卯足了劲在我的面前表现，举止投足之间皆是暗示渴望的。他们一个个打扮得格外俊逸，卯足了劲在我的面前表现，举止投足之间皆是暗示渴望得到我的一个眼神。县主对我们可满意？满意。而我爽朗地坐在案桌上，一手拿着酒壶，另外一只手勾着李成玉的肩膀，白皙的脸上浮现浅淡的红笑意吟吟。五皇子这安排我很喜欢。我说着，把酒壶递向他，来，满上，不醉不归。好，不醉不归。李成玉笑着跟我碰杯，看我喝得着急，酒水顺着唇角滴落时，伸出手指腹擦过我的唇畔，语气亲昵，喝慢点，没人跟你抢。只这一个动作，就让裴思鹤一直苦苦支撑的冷静理智全线崩盘。他大步上前，将那些围在我面前的男人全都推开，径直扣住了我的手腕。谁啊？我抬眸看到他时，轻笑了一声。裴思鹤，堂堂惊鸿公子也会来这种地方？裴思鹤听着我揶揄的语气，手背轻轻跳了跳，语气阴冷低沉，跟我走。我被他这么一吼，眉头微皱，你要发疯就滚去别的地方，别到我面前来。但裴思鹤充耳不闻，拉着我的手腕就要将我带走。下一刻，李成玉就捂住了我的另外一只手，似笑非笑地看向裴思鹤，裴公子，你都要被遣回江南了，还要来抢本皇子的人吗？他的人。裴思鹤脸色更冷了几分，五皇子莫不是糊涂了？我与青瑶的婚事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要说是谁的人，那也是我的。闻言，我倒是轻笑了一声，侧目看着他这一副占有欲泛滥的模样，秀眉轻挑。裴思鹤，看来你还没有搞清楚，我们之间的婚事已经作废了。我徐清瑶不是你的人，少把你那可笑的占有欲放在我的身上。清楚，我们之间的婚事已经作废了。我徐清瑶不是你的人，少把你那可笑的占有欲放在我的身上。裴思鹤被我冷漠的眼神刺痛了一下，抓着我手腕的手渐渐收紧，语气不由带上了几分愠怒。那你也不能跟这种臭名远扬的纨绔浪荡子混在一起。徐清瑶，你从前可不是这样的，别的男子你一概都不入眼的，如今怎么反倒自降身段的连这种男人都看得上了？你就这么缺男的是吗？我脸上的笑容渐渐归于平静。以裴思鹤对我的了解，只要一句不是我爱听，我便会立刻炸毛，冲动地拽着他出去跟他对峙。他正是想要利用这一点，故意惹我生气，好能够为自己争得跟我独处的机会，哪怕只有片刻也好。明明只是不见几日而已，他却有太多的话想要跟我说。然而谈香缭绕间，我妩媚的眼尾微微上挑，完全没有他意料之中的愤怒不爽，只有一种看跳梁小丑一般的轻蔑。我红唇轻启，漫不经心，却字字诛心。我从前什么样，又与你何干？裴思鹤，你算什么东西？有什么立场来干涉我的事？还是你觉得你很了解我？我嘲讽的目光扫过他紧绷的下颌，对上他满是复杂情愫的眼睛，少自以为是了。李成玉是纨绔子弟又如何？我徐清瑶也不是什么柔顺端淑的小家碧玉，刚好我们反倒还有不少的共同话题。最重要的还是他纨绔的明明白白，喜欢便是喜欢，不喜欢便是不喜欢。不像某些人，我刻意加重了语气，冷漠而锐利的目光直直刺入裴思鹤的眼底。明明心里就放不下别的女人，还要企图用婚事来困住别人，既要又要的嘴脸，简直难看；是来困住别人，既要又要的嘴脸，简直难看又恶心。这句话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重重扇在裴思鹤的脸上，火辣辣的。裴思鹤喉结绷得紧紧的，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什么都说不出来。一种矛盾的怒火霎时从心底窜上来，将他灼烧的生疼，连脸色也变得格外难看了下来。李成玉见状，直接抓住了他的手，毫不客气地甩开，语气依旧散漫慵懒：堂堂克己复礼惊鸿公子，
在樊楼里对女子拉拉扯扯，成何体统？裴思鹤看着他自然地拉着我的手腕，光明正大地将我护在身后，攥紧的手指摆了摆。那你呢？你又何尝不是对青瑶拉拉扯扯？李成玉扯了扯唇，脸上带着玩世不恭的笑，但眼底却透着一股晦暗深沉的威慑力。我如今可是青瑶正儿八经的未婚夫，你管得着吗？轰！外面晴空万里，裴思鹤的心里却炸起了一道惊雷，他的瞳孔骤缩，呼吸几乎凝滞，快要窒息。他说的可是真的，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自己的语气里透着颤意。不过短短几日而已，李成玉怎么会成了我的未婚夫？怎么可能？他死死盯着我，迫切地想要从我的口中得到否认的回答，哪怕只是一个细微的动作，就算是把他轰出去也没关系。但是他绝不能接受这件事是真的。然而我对上他几乎要破碎的目光，红唇扯出一抹浅淡的弧度，顺势靠在了李成玉的肩上，拿起酒杯和他碰了一下，干杯，未婚夫。起酒杯和他碰了一下，干杯，未婚夫。裴思鹤身形踉跄了一下，一直挺直的背脊也在这一刻塌了下来。李成玉将他的反应尽收眼底，脸上的笑容更加肆意嚣张，伏在我耳边轻声开口：不喝那么多了，我送你回府休息，可好？我手指勾在他的下巴处，眉眼弯弯，好啊，咱们走。话音落下，李成玉径直将我拦腰抱起，从裴思鹤身旁擦肩而过，还不忘挑衅地对他挑了挑眉。我要是你，还是尽早收拾东西回江南，否则要是被强行赶出去，多丢你辛苦维护的惊鸿公子颜面啊！裴思鹤僵在原地，眼睁睁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我像只狸猫，慵懒地靠在李成玉的肩膀上，连一个眼神都没再分过给他，仿佛他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过客啊！裴思鹤再也控制不住的嘶吼出声，拳头重重砸在了桌面上，周围的人都被他骇人的气场吓得赶紧逃离。碎裂的酒杯扎在他的手背，嫣红的血渗了出来，但他却像感觉不到痛一般，因为心里更痛。什么克己复礼，什么惊鸿公子，通通都是狗屁。他现在极度的几乎要发疯。裴思鹤回到府中，一向泰山崩于前色不改的他，此刻暴怒，竟将书房所有的东西都砸了个稀巴烂。所有的下人站在外面，面面相觑，战战兢兢。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自家主人发这么大的怒火。柳明威见状，只觉得机会来了，立刻让人熬了安神静气的汤药，小心翼翼地走进了书房。刚迈进一步，一只砚台就砸了过来。啊！柳明威吓得面色苍白，滚烫的汤水溅落在手背上，疼得他眉头紧皱。但他还是很快换上了一副温柔似水的模样，缓缓来到裴思鹤的身边。裴思鹤站在窗棂前，手背上的血痕已经凝固干涸，颀长的影子映照在一片狼藉的地上，孤寂又阴沉。柳明威走过去，温声细语：思鹤，我特意给你炖了安神的汤，你喝点吧。你还记得从前在江南，我失去父母，整日整夜难以入眠时，是你特意找了有名的医士，为我配制了这安神汤的药方。之后你每次烦闷时，我也会陪在你的身边，为你焚香凝神。他含情脉脉地看着他，希望以此让裴思鹤心软。然而裴思鹤只冷漠地吐出2个字：出去。柳明威愣了愣，有些不甘心：思鹤，我出去。他几乎是怒吼出来。柳明威被他愤怒的样子吓了一跳，不敢再多说半个字，默默退了下去。裴思鹤一个人在窗棂前站了许久，直到肩膀上凝结出一层寒露，飘远的思绪才渐渐归拢。他侧目，目光落在地上的碎片，还有桌面上那一碗已经凉透了的安神汤，脑海中回想起下人们害怕的样子和柳明威悻悻离开的场景。裴思鹤抬手揉了揉酸痛的眉心，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居然如此轻而易举就失了控。裴思鹤呼出一口气，调整自己的心绪，前往柳明威的住处。好歹柳父柳母是为了救他才去世的，柳明威是他们唯一的女儿，他对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刚到柳明威院门口，还未进去，就听到了柳明威和另外一个人的交谈声。放心吧，思鹤只是一时冷落我而已，只要有我父母对他的救命之恩在，他是绝对不会抛弃我的。可要是被裴公子知道，当初你的父母虽伤重但不致死，是你偷换了他们的药，将他们害死，好让裴公子再也无法还清这2条人命换来的救命之恩，他会不会怕什么？只要你不说我不说，他永远都不可能会知道。裴思鹤的脚步僵在了原地，瞳孔骤缩。柳明威的声音还在他耳边回荡：左右我爹娘那2个半死不活的老东西对我也毫无用处，还不如解决干净，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思鹤的身上，既摆脱了2个拖油瓶，又让思鹤从此对我心怀愧疚，一举两得。柳明威笑得一脸得意，我连自己父母都敢杀，还怕日后解决不了徐清瑶这么一个碍眼的绊脚石，我能在马球大会上动手脚，让思鹤当着他的面救我，让他知道真相破防，能故意跳下池塘污蔑是他推的，还能服毒，栽赃到他的身上，就一定能够东山再起，重新将他狠狠踩在脚下。他徐清瑶就算成了县主又能如何？只要思鹤的心里有我，那他永远都爱而不得。我就是要恶心他，让他嫉妒到发疯，字字句句如同一根根尖刺扎进裴思鹤的心里。裴思鹤手背上青筋暴起，却倏地笑了，阴翳的眼底透着几分果真如此的解脱感。曾经那个在他深陷黑暗之中陪伴在他身边的人，果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烂人。他终于不必在心中一次又一次地为他辩解。砰！他一脚踹开了院门。柳明威看到他突然出现的身影，眼里满是诧异和慌张。思鹤，不必再狡辩，我全都听得清清楚楚。裴思鹤语气冷漠如冰，像你这种为了一己私利连亲生父母都能害死的蛇蝎心肠的女人，不配出现在我的面前。来人，把他送回天牢，随徐令一同流放蛮荒。不，思鹤，你不能这么对我。柳明威挣扎着，涕泪横流。我知道错了，我做这些只是想要留在你的身边而已啊。我所有人都能算计，都能骗，但我对你是真心的，真心。裴思鹤笑了，他早已看穿他的真面目，你根本就没有真心，只有野心，而他绝不会再成为满足他野心的垫脚石。任凭柳明威如何哭喊求饶，他都充耳不闻。他如今才彻底认清，他的心里从始至终都只有我，那个如热烈的火焰一般不容置喙地闯入他的世界，爱憎分明，率性真实的女子。虽然当初我的马匹失控是他做的手脚，但当我真正跌入他怀中，澄澈如秋水般的双眸和他相视时，他的心跳早已率先漏掉了一拍，是他先动了心。可他一直不敢承认，众人心目中高岭之花的惊鸿公子就应该如谪仙一般。时至今日，他才知道自己一直坚守维持的端方君子的虚名有多么虚伪又可笑，所以他不再有犹豫，不再瞻前顾后，立刻朝国公府赶去。这一次
他无论如何都必须把自己的心意说给我听。他特意去买了我最喜欢的糕点，小心翼翼地护在怀里，不容半点破碎。他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我。然而，当他真的到了国公府，就看到我和李成玉同乘一匹马，有说有笑。我不知道说了一句什么，李成玉竟俯身吻在了我的额头上。糕点从裴思鹤的手中掉落，四分五裂。他如同一只被彻底激怒的困兽，冲上前，抡起拳头径直朝李成玉砸了过去。放开他！然而还未碰到，李成玉就率先反应过来，握住他的拳头，凝聚内力，将他震出3丈远。裴思鹤踉跄着几乎跌倒，一双猩红的眼睛死死盯着我，咬牙切齿：“徐清瑶，你怎么能容忍这么一个浪荡子在你的身边？他一个一无是处的纨绔，到底凭什么？凭什么？”我只觉得他这个问题问得格外可笑。他喜欢我，我也对他有好感，男欢女爱还需要理由吗？可我心里的人也是你，我远比他还要更早喜欢上你。他的眼里满是不甘，声嘶力竭的大吼：“你为什么就不能够再看看我？为什么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此话一出，我原本平淡的双眸总算有了些许波动，但不是触动，而是玩味，还有几分胜利之后的怡然自得。我好整以暇地问他：“所以你承认你早就喜欢我了？你早就对我动心了？”裴思鹤被我细泄的眼神刺痛，还是咬着牙应着：“是，所以这场游戏你才是彻头彻尾的输家，我秀眉轻挑，我才是真正的赢家。”裴思鹤呼吸凝滞了一瞬，终于不得不低下头，沙哑着声音承认：“是你的声音承认，是您了。”闻言，我终于笑了。我早说过，我徐清瑶从不会轻易认输。我早说过，会撕碎他这端方君子的伪装。裴思鹤用情感戏耍我，我就必须赢他一次，让他永世难忘。克己复礼的惊鸿公子，我偏要让他极度的发疯，什么清冷疏离、公子颜面，通通都不要了。情感游移的最大赢家，我偏要让他亲口承认，他也动了心，让他亲自在我面前低头向我认输。而现在，我全都做到了，并且看着裴思鹤作为情感下位者对我卑躬屈膝的样子，我只平淡的开口：“裴思鹤，忘了告诉你，我徐清瑶从不喜欢输家。”裴思鹤怔了怔，猛地抬头，正好对上我决绝的眼神。我承认，我也确实曾经喜欢过你，但我徐清瑶从来都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喜欢我、对我好的人，我会珍惜；但算计我、伤害过我的人，我也绝不会给第二次机会。而你已经出局了。说完，我不再看他一眼，转身和李成玉一同进了国公府。厚重的大门在裴思鹤的面前轰然合上，料峭的寒风中，裴思鹤颓败地低下了头颅，看着一地的糕点碎屑，只有无尽的回忆。我缓缓走在青石板路上，看着国公府的熟悉又陌生的一草一木，眼底闪过一抹复杂的情愫。脚下踩到一颗石子，踉跄了一下，李成玉有力的手臂将我稳稳扶住。谢谢，我很有分寸地收回手。这几日辛苦你配合我演戏了，徐清瑶。但李成玉却握住了我的手，褪去了一贯的玩世不恭。我没有再陪你演戏，我是认真的。夕阳的余晖照在他的脸上，那张原本放浪多情的俊脸，此刻变得深情了起来。我知道，我在你的眼里一直都是一个纨绔的浪荡子。你之所以选择我，也不过是为了彻彻底底的赢裴思鹤一次。但我还是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因为哪怕是做你的一个工具，只要能够光明正大的和你站在一起，这种被利用的感觉都会让我很高兴。我侧目看着他，眨了眨眼睛：“李成玉，你该不会是真的喜欢我吧？”闻言，李成玉的耳尖肉眼可见的泛起了一片红，点了点头。从你小时候跟着你母亲一起进宫，我看到你的那一刻起就喜欢你了。只是后来为了帮我的太子兄长稳固地位，我只好收敛锋芒，扮作一个纨绔子弟，在你心中留下了不太好的印象。是了，小的时候我和李成玉两人没少互掐，原本皇后还打算请陛下给他们两个赐婚，但看他们闹得那么厉害，跟冤家似的，也就作罢了。后来李成玉被卷入朝堂斗争，他们之间相处的次数也就渐渐变少。如今太子一党大胜，巩固了储君的地位，李成玉也终于不用再伪装成风流不羁的浪荡子。你不知道，当你找上我，跟我提合作的那一刻，我的心里有多高兴。整整一夜未睡，李成玉不好意思地抿着唇，一双澄亮的眼睛注视着我。堂堂五皇子，面对喜欢的人，竟开始有些不自信了。清瑶，我知道能入你的眼不容易，但我还是想要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光明正大的对你好，追求你，哪怕最后你不满意，把我甩了，让我能够光明正大的对你好，追求你，哪怕最后你不满意，把我甩了也没关系。如此莽撞又生疏的告白，让我不禁失笑。哪怕被我甩了之后，风流倜傥的五皇子彻底变成全京城的笑柄，也没关系。当然，李成玉一本正经，我才不在乎那些虚名，我只在乎你。那我考虑考虑。李成玉眼里闪烁着激动的光亮。行，我等你的答复。我看着他一脸灿烂的表情，唇角微微扬起。裴公子，你若是再不离开，我们可要采取强制措施了。房门外，侍卫公事公办的警告。房间内，裴思鹤坐在冰冷的地面上，被黑暗笼罩，眼下青黑，眼里布满了通红的血丝，显然是好几日都没有睡好。特别是听到我这几日常常和李成玉一起出去游玩的消息，他更是整夜辗转难眠。他根本就不明白，凭什么李成玉能够留在我的身边？不行，他绝对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他不甘心就这么被遣回江南。这几日，我身边一直都有李成玉陪着，他带我玩遍了我没有料想到的好玩的地方。两个热烈的人，往往更容易相处。原本遥远的两颗心，也在渐渐向彼此靠近。刚从画舫游船下来，李成玉去给我买冰糖葫芦，我站在原地等。不一会儿就看到了一个不速之客，是裴思鹤，已经全然没有了曾经清冷公子的样子，颓废不堪，眼里是浓浓的执念。他冲上来，抓住我的手，语气激动：“清瑶，你为什么就是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凭什么李成玉可以，我却不可以？”裴思鹤，你在发什么疯？我一脸厌恶，放开，我不放，除非你给我一个能说服我的理由。裴思鹤就像是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用尽全力想要把我拥进怀里，揉进他的骨血之中。啪！我毫不客气的一巴掌甩在了他的脸上，因为我早就不喜欢你了。裴思鹤愣了愣，而我在他失神的一刻，用力抽回手，转身就要离开。然而下一刻，被流放的囚犯群里，柳明威突然挣开了守卫，从怀里掏出一把偷来的匕首，风了一般朝我冲了过来。徐清瑶，我就算下地狱，也要把你一起拉下去。我眼睛睁大了一瞬，小心！裴思鹤反应过来，想要护住我，但有一个离他们最远的人，速度却比他要更加快。李成玉几
几乎是眨眼间就冲了过来，挡在了我的面前。利刃刺入衣料的声音传来，李成玉，我的声音颤抖。裴思鹤的眼里满是不敢置信，柳明威一击不成，还想卷土重来，全被侍卫拿下，当街斩杀。成玉，我紧紧抱着李成玉，颤抖着手捂住他的手上，声嘶力竭地大喊：快叫医官！轻咬。李成玉握住我的手，满是庆幸，你没事，太好了，不然我死也不会瞑目的。说什么屁话！我几乎哽咽。你要是真敢死，我绝不会答应给你机会。李成玉眼巴巴地问：所以你是答应了？我点了点头。李成玉停顿了一下，随即露出一个笑容，坐起身，反客为主将我拥入怀中。那我可要好好活着，绝不辜负你的心意。我惊呼：你的伤？我没事，穿了金丝软甲呢。李成玉狡黠一笑，本来还想多演一演，但实在不忍心看你流泪。我愣了愣，随后毫不客气地在他胸口捶了一拳。李成玉，你个大骗子！但刀子捅过来的时候是真疼啊！你看看，都淤青了。李成玉可怜巴巴，而且就算没有金丝软甲，我也必定会冲过来的。所以县主殿下一言九鼎，可不能反悔哦。我和他对视一眼，最终还是破涕而笑。这一刻，他们的眼里都只有彼此，再看不到其他人。裴思鹤站在原地，默默低下了头。他已经看到那个说服他的理由了，哪怕再远，李成玉都能够率先冲过来护住我，而他明明离我这么近，却还是迟了一步。一子慢，满盘皆落索，他的执念也成了彻头彻尾的笑话罢了。他呼出一口气，转身离开。裴思鹤离开京城的那一天，柳絮纷飞，我站在城楼上，望着那远去的背影，眼里只有一片释然。过去的事终将过去，未来还有无限风光在等着我。轻咬，李成玉将一根糖葫芦递了过来，眉眼弯弯，上次没吃上，这次给你补上。我接过，咬了一口，甜吗？对上他一脸期待的表情，我露出了明媚的笑容，甜，往后的日子也会越来越甜。